第171章脸黑手黑。地表轻微震颤，一个接近3米高的身影出现于岛屿原始森林边缘。它通体呈灰白色，似乎由一块块巨石组成，脸上坑坑洼洼，没有明显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石巨人。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低声说出了怪物的种类，而无论克莱恩还是安德森都对这种怪物没有一点了解，但是他们都没有向加德利亚投去询问的眼神，专注的盯着怪物，一副我很专业的样子。加德利亚转过身体，面对侧停的未来号，半抬右手，放大声音道：瞄准！船上值守的海盗们当即调整了左舷几十门火炮的朝向，让他们全部瞄准了沉重走来的石巨人。轰隆轰隆轰隆，一枚枚炮弹飞出，落于石巨人四周，尘埃瞬间腾起，遮蔽了好大一片区域。大地的明显颤动里，火光缭绕，碎片四溅，仿佛能摧毁一切事物。噔噔噔，那灰白色的高大身影穿越烟尘而出，竟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只是表层裂开了少许。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神情不变地说道：这不是巨人的一种，属于石怪，所以防御力非常高。回荡的炮声里，克莱恩差点怀疑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既然你了解石巨人的强项，为什么还要来一次火炮齐射？这不是浪费炮弹吗？他半是疑惑半是腹诽的想到，也许是听到了他的心声。加德利亚看着一步步靠近的石巨人道：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非凡生物，所以想做下测试，这个理由我服气。克莱恩说不出话来。这时一直观察石巨人的安德森·胡德抬了抬手道：你们谁有冰霜领域的非凡能力？我，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冷静回答。见隐者女士有办法，克莱恩遂将到了嘴边的话语吞回肚中。对他来说不是必要，实在不想开启蠕动的饥饿。虽然活尸确实有掌控冰霜的能力，在这个岛屿上他估计自己找不到合适的食物。加德利亚从巫师长袍的暗袋里拿出了一张灰黑色的卷轴，低声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冰冻。无声无息间，那卷轴被冰蓝色的火焰吞没了，半空旋即下起一道道晶莹剔透的流光，它们飞快落到石巨人身上，将目标冻结于内，挂上了一根又一根冰冷让人牙酸的咔嚓声里，冰层相继破碎，石巨人缓慢走出了那片区域。不过他外表的灰白色深了一点，动作比之最早也僵硬了不少。此时安德森双手一下抬起，仿佛指挥家在示意观众给予掌声。石巨人脚底瞬间腾起了橘黄净白的火焰，就像他踩中了某个陷阱。它的表面迅速腾起一阵水汽，接着咔嚓开裂，出现了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缝隙。安德森右臂后拉，掌心凝出了一根赤白的长枪，那枪尖的火焰缩于一点，迸射出刺目的光华。这根长枪飞了出去，准确命中了石巨人腹部的裂缝，在那里直接烧熔出了一个大洞。而原本位于沙滩上的安德森·胡德似乎早与赤白长枪合二为一，在火光大亮时诡异的出现于石巨人身后。他左手握拳，胳膊鼓起，一记上钩从大洞位置掏入了石巨人的腹心。这看起来很简单的攻击制造出了夸张的效果，石巨人当即僵硬于原地，内部不断发出咔嚓的破裂声，没用几秒就坍塌成了一堆碎石。绝对的致命攻击。克莱恩的目光缩了一下，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平静立在原地，毫不意外地说道：猎人途径的序列物叫收割者，而且他们善于发现猎物的弱点。收割者，收割生命，难怪。克莱恩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这个时候安德森蹲了下去，在石巨人残骸里扒拉了一阵，然后他转过头来苦涩笑道：这不是真实的怪物，也就是说没有收获。安德森描述情况时，那堆碎石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你这种倒霉的家伙就不要开箱子摸尸体了。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安德森样样返回，止不住的唠叨道：这片海域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不是每一个怪物都能为你提供财富，因为这种具现出来的怪物属于更高位更强大怪物的一部分，当然也可能是残余力量残余气息的影响。克莱恩对此早有判断，经过这段时间的航行，他发现这里出现了太阳、黑夜、风暴和观众途径的非凡痕迹，对之前的一些想法有了更加具体的猜测。他原本就怀疑这片海域是第二季古神们遗留的战场，
风暴属于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观众属于巨龙王安格尔威德，黑夜属于毁灭魔狼弗雷格拉。随着小太阳一次次提供白银城的神话记载，克莱恩已初步掌握了第二纪元8位古神各自的权柄有哪些。不过，始终处于正午的白天和那辆黄金铸就的太阳战车，让克莱恩对自己的判断出现了一定的动摇，因为8位古神里没有一个掌握太阳途径。很快，克莱恩联想到了阿蒙和亚当的父亲，那位又有远古太阳神称号的白银城造物主。这位造物主苏醒后，经过一次次激烈的战斗，收回了古神们的权柄，于是留下了这么一片神战废墟。克莱恩脑海内一下浮现出了古精灵遗迹内看见的那幅残缺壁画，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正与白银城造物主，也就是远古太阳神对抗。他思绪纷呈间，安德森已恢复了笑呵呵的状态，看着他道：怎么称呼？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简单报了个名字，格尔曼斯帕罗。安德森先是一愣，旋即正常，我听过你，差点猎杀疾病中将的冒险家，有最疯狂猎人的称号。上个月我乘船经过罗斯德群岛和奥拉维岛时，本打算找你喝杯酒，认识，结果你不知去了哪里。上个月我在医院做义工。克莱恩点了下头道，现在认识了，还有，你尽量不要开口说话。安德森强行笑道，我知道，我的厄运会让我不好的话语应验。好了，别看我不说了，你可以放下你的符咒了。因为出现了石巨人这种怪物，海盗们的放松时间被缩短，未来号很快重新起航，向这片海洋的深处进发。途中，克莱恩始终站在甲板上，靠着船舷观察周围的情况，而安德森却于船上到处溜达，非常善于交际的和海盗们交流着。厉害啊，轻轻松松就摸清楚了船上的情况。克莱恩瞄了眼正和几名海盗在船舱阴影里喝酒的安德森，由衷的感慨道，当然，这位最强猎人大概不知道他喝的酒里有不知什么东西产出来的镇静剂。克莱恩忍住笑意，促狭的想着。在安德森的帮助下，未来号顺利绕过了2处暗藏的漩涡和一片漂浮于海上的宫殿遗迹，继续沿着安全航道进发。大概3个小时后，黑夜又一次来临。克莱恩在梦中迅速找回了清醒和理智，睁眼望向四周，他的世界内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我不会瞎了吧？克莱恩条件反射般冒出了这么个念头，然后将右掌探入衣兜，拿出了一盒火柴，这是魔术师必备的施法材料。熟忍的取出一根火柴，唰的哗然，克莱恩眼前当即浮现出一朵微弱的火苗，火苗挣扎着扩大了一些，将四周的场景模糊照了出来。这是一间牢房，铁栅栏大门虚掩的牢房。我怎么会在这里？既不是星之上将旁边，也不是安德森所在的壁画大厅，一定范围内的随机。思绪转动间，克莱恩将手一甩，熄灭了差点烧到他指头的火柴。他的左掌飞快染上了一层纯净灿烂的阳光，眼眸里仿佛多了2轮微缩的太阳。借助光之祭司的灵魂，他获得了隶属于神圣之光的夜视能力。四下打量了一圈，克莱恩看见自身所处的牢房不算太狭窄，但地面肮脏凌乱，有很多脚印，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大部分是人类的脚印，少量比较夸张，也许属于巨人。单人床断着在角落，靠门边有把钥匙。这是谁越狱成功了？克莱恩来到虚掩的铁栅栏大门前，谨慎地往外张望。牢房外充斥着无光的黑暗，黑暗笼罩着一条铺石板的过道，对面则是冰冷坚硬的墙壁，左右两侧一直延伸，似乎有更多的牢房。克莱恩收回视线，捡起了地上的钥匙，并将铁栅栏大门关得更紧了一点。他没有尝试开门出去，他依旧待在牢房内。他清楚地记得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叮嘱他绝对不要探索梦境世界，所以他打算就在这里等待正午来临。牢房就牢房，反正我不出去。克莱恩缩至角落，坐到了其中半张单人床上，与周围的浓郁黑暗似乎融为了一体。这种极端的安静里，克莱恩的脑袋突然偏了一下，因为他隐约听见有轻微的脚步声。那脚步声空旷悠远的传来，频率缓慢，越来越近。第172章囚犯与看守。不会吧，我这哪都没去啊，麻烦长腿，自己过来了。克莱恩露出不符合戈尔曼斯帕罗设定的龇牙咧嘴表情，险些倒吸了口凉气。阻止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这样会有不小的动静，会让麻烦发现他的藏身处。不再是青涩职业者的他迅速做出决断，屏住呼吸，缓慢站起，
几乎没发出一点声音的移动到铁栅栏大门旁，隐蔽而冷静地望向脚步声传来的地方。他认为，既然躲藏回避已不一定管用，那就需要确认好危险相关的情况，以便做出最恰当的选择。眼眸里两轮微缩的太阳暗晕，克莱恩等待了几十秒，听见那脚步声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清晰，并伴随有铁门被推开且撞到了墙上的哐当动静。紧接着，他看见一道高大的身影出现于走廊右侧，这身影接近2.5米，穿着件覆盖全身的黑色盔甲，冰冷的感觉宛若实质，似乎是一位巨型骑士。他气息内敛，沉默如同深海，眼睛位置闪烁着2团深红的光芒，手里提着把又长又宽的黑色直剑。哐当，他推开一间牢房的铁门，迈步进去，转了一圈，仿佛在搜寻什么。这是在找某个囚犯，这样肯定会发现我。克莱恩犹豫了下，想着自己是该趁对方尚未靠近，离开牢房，另寻出路，还是抱起攻击，干脆利落的解决掉目标，然后继续缩在这里，等待梦境结束。判断了下有多少时间供自己思考，克莱恩快速解下左腕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做起了占卜。刚才那位骑士很强大，飞速念了7遍。克莱恩睁眼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旋转，幅度很大，速度很快，这意味着目标是个非常危险的存在。不再犹豫，也没有时间犹豫，克莱恩借助小丑的非凡能力，控制住自身肌肉，没产生一点额外动静的拉开了铁栅栏大门。然后他趁黑甲骑士进入另一间牢房的机会，轻手轻脚来到走廊上，缩着身体向左侧快速前行。浓郁的黑暗里，他一边倾听身后的动静，一边保持着隐秘而迅捷的行动，很快就绕了个弯，抵达了疑似出口的一扇对开铁门前。尝试着推了推拉了拉，克莱恩发现这铁门并不沉重，只是不知被谁给反锁住了。想了2秒，他拿出在牢房内捡的那把钥匙，插入锁孔，不抱太大希望的扭动了一下，轻微的咔嚓声传出，对开铁门的反锁被解除了。这样也行，虽然是梦境，但也不能随便捡把钥匙就是重要道具啊。我原本还打算抽纸成冰，插进门缝，连续切割，一张接一张地切割。克莱恩半是疑惑半是腹诽的缓慢推开了铁门。让他失望的是，铁门背后不是出口，而是一个堆着许多杂物的大厅。随手关门，再次反锁，克莱恩绕过凌乱堆放的物品，寻找其可能存在的门或路。几秒后，他注意到角落里有一扇不太起眼的黑色木门，于是小心翼翼靠拢过去，探掌握住把手。里面的场景自然浮现于他的脑海，那是一处储藏室，右侧摆着一面全身镜，右边缩着一个穿亚麻短袍的身影。有人，那个逃脱的囚犯。被逼离开舒适区的克莱恩决定有限的把握主动，所以还拧把手，推开了黑色木门。他要大致掌握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决定危急关头是逃还是战。谁？穿亚麻短袍的身影急促却小声的问道，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痛苦。一个冒险家，克莱恩简单回答道。他已依靠夜视能力看清楚了那道身影的模样，这是位面容饱经风霜的男子，额头、眼角、嘴边的皱纹颇深，但头发却乌黑光亮，没有一根银丝。他的亚麻短袍古朴简单，他的表情因痛苦而有所扭曲。他少见的纯黑色眼眸里是难以掩饰的诧异和疑惑。冒险家，你怎么来到这里的？克莱恩与不知算年轻还是算苍老的男子保持住一定的距离，站在门口，望着对方道。询问别人前先介绍自己是必要的礼貌，身为无面人，仅凭刚才的短时间打量，他就已经把握住了对方的特征，除了发色与皱纹矛盾，脸颊上还有道狰狞的陈旧伤疤。那男子怔了怔，担忧的瞄了眼大厅。你最好把门关上，我们不能被那个恶魔抓住，否则……他脸庞的肌肉明显抽动了2下，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恶魔，克莱恩低语一句，向后伸手合拢了黑色木门。那男子松了口气，苦涩笑道，抱歉，我刚才确实不够礼貌。我叫利奥马斯特，一个宗教组织的苦修士。一个宗教组织，看来不是7神之一的信徒。克莱恩从对方的用词发现了问题。如果是信仰7神之一的苦修士，明显可以直截了当的讲出来，哪怕太阳教会的神官和风暴教会的主教，也不至于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一见面就打起来。
利奥马斯特自嘲一笑道：“是的，我崇拜的是最初那位造物主，他是全知全能的存在，一切伟大的根源，他是开始，也是结束，他是众神之神。”听到对方崇拜的是最初那位造物主，克莱恩第一反应就是黄昏隐士会。不过，南北大陆内确实还有一些做原始崇拜的小型教派，信仰最初那位造物主的人并不少。克莱恩斟酌了下，问道：“你们那个宗教组织的名称是什么？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利奥马斯特犹豫了下，道：“苏尼亚海最东面是我主沉睡的地方，他的圣山就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率领一支朝圣队伍来到这里，试图见证神迹，救赎自身。或许是必然的考验，我们被那个恶魔抓住了，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来我抓住机会逃出了牢房，躲在这里，等到恶魔离开。”克莱恩想了想道：“你知道那个恶魔叫什么吗？他有什么特点？”利奥马斯特摇了摇头，略显困惑的说道：“我并不知道他具体的姓名，但很多朝圣者似乎认识他，称呼他为黑之圣者。黑之圣者，一位半神。这是利奥马斯特的梦境，还是那位半神的梦境？从我的占卜结果看，应该是后者，否则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克莱恩正要追问利奥马斯特属于哪个组织，并弄清楚黑之圣者大致的非凡能力，眼角余光忽然扫到了这位苦修士对面的全身镜。在神秘学里，镜子是连接隐秘未知世界的通道，很容易带来可怕的意外，所以身处危险梦境中的克莱恩谨慎地走了过去，打算用光之祭司的能力直接毁掉这物品。不要！利奥马斯特似乎察觉了克莱恩的打算，惊恐地低喊出声：“如果没有他，我会立刻死亡！”啊！克莱恩疑惑地又看了眼镜子，虽然这里的环境异常黑暗，但镜子内却清晰映照出了两道身影，一个是皱纹不少、头发乌黑的利奥马斯特，一个是脸庞消瘦、黑发棕瞳、头戴鸭舌帽的格尔曼斯帕罗。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克莱恩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镜中的格尔曼斯帕罗缓慢转动脑袋，冲着他露出了一个阴沉沉的笑容，镜面忽有涟漪荡开，一只手往外伸出。克莱恩只是眨了下眼睛，那个与他一模一样的格尔曼斯帕罗就从镜子内爬了出来，脸庞因黑暗染上了明显的阴森感，很吓人。可惜我并不长格尔曼斯帕罗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有吓到我。如果镜中呈现并钻出的是周明瑞，我恐怕会直接吓醒。克莱恩冷静地望着对方，抬起了左手，上面已流淌起一层阳光。对面阴森的格尔曼斯帕罗笑了，同样抬起左手，让手套浮现出尊贵却邪异的深黑，这对应腐化男爵的能力。我的复制体。克莱恩想了想，面无表情的又抬起了右手，他的掌中正握着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乳白色短权杖，拳头镶嵌着一圈青蓝色的宝石。海神权杖。虽然梦境里的行为必须符合逻辑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但克莱恩怀疑这个虚幻的世界无法影响灰雾影响那片神秘的空间，所以他刚才尝试着简化了一下仪式流程，告诉自己海神权杖是在类似灵界独特区域的地方保存，自己什么时候想要，什么时候就能取出。尝试的结果让克莱恩欣喜，梦境世界果然没法分辨灵界独特区域和灰雾之上的区别，在海神权杖确实属于他本人的前提下，这件半神级的封印物被取出来了。真的能行，要不然就得和对面恶战一场了。克莱恩暗中舒了口气，他同样相信那面镜子没法复制与灰雾相关的部分。阴森森的格尔曼斯帕罗略显呆滞地望着对面，本能地跟随着抬起了手，但右掌内却空空荡荡。然后他看见无数道银白的闪电激射而出，将自己层层包裹，让他一个接一个消耗掉纸人替身，却没法跳出这个区域。滋滋滋，一个巨大的雷球照亮了因狭窄而没法躲避的房间，旋即带着镜中的格尔曼斯帕罗一起消失不见。不知为什么，克莱恩这一刻觉得自己莫名沉静了不少，就像进入了贤者时间。他转过头，重新望向利奥马斯特道：“你加入的那个宗教组织究竟叫什么？”利奥马斯特瑟瑟发抖的回答：“极光会。”极光会。克莱恩一阵愕然，忍不住挑了下眉头。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反锁的对开铁门似乎被人踢开了。咚咚咚，沉重如同敲鼓的脚步声直接往角落行来，好像已经发现了克莱恩和利奥马斯特的藏身处。
克莱恩怀疑是刚才那个闪电风暴的动静让黑之圣者有所察觉，没法隐藏了。克莱恩手握海神权杖，一脚将储藏室的黑色木门踢飞了出去，踢向了黑之圣者。木门翻滚间，他看清楚了目标的样子。那位身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不知什么时候已推高了面颊，露出一张皱纹颇深的脸孔，露出乌黑光亮的少许发丝，露出脸颊上的陈旧疤痕。他与利奥马斯特长得一模一样，就连细微处的特征都完全吻合，唯一的不同在于他的眼睛冒着深红的光芒。第173章梦境分析。克莱恩惊了一下，本能就侧过身体，不将背部留给储藏室内惊恐颤抖着的利奥马斯特。他已无法肯定这穿亚麻短袍的囚犯没有问题。这个时候，穿黑色全身盔甲、长着利奥马斯特相同脸孔的骑士眼中深红大亮，双手举起了那把幽沉宽大的直剑。噔，他一个跨步向前做出了劈斩，速度快的让克莱恩的眼睛差点无法捕捉。同样侧对着他的克莱恩下意识抬起了海神权杖，让顶端的青蓝色宝石同时亮起。呜，实质的飓风凭空而起，一层又一层的环绕住克莱恩，将他保护在了风眼位置。呲啦，黑色流光劈来，狂风一层又一层崩解，向着四周激射而出，打得整座大厅摇摇晃晃。轰隆，黑尘大剑下，飓风发出爆炸般的声音，化作冲击波浪，淹没了这片区域，将堆放的杂物们全部掀起，带到了半空。这激烈的碰撞明显动摇了梦境，克莱恩精神豁然恍惚，不由自主滚动了2圈。扑通，他从自己房间的床上摔至甲板，摔得睁开了眼睛。那个黑之圣者真的很强，或者说，我没在现实世界真正用过海神权杖，所以于梦里无法还原他全部的威能。等等，这还是黑夜。克莱恩突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此时窗户位置并没有正午的阳光照进来，他的苏醒源于梦境里的激烈对抗，而不是自然变化。也就是说，他必须立刻马上赶紧入睡，否则就很有可能在这黑暗的夜晚消失不见，无人能找到。念头一闪间，克莱恩右手撑地，身体弹起，飞向自己的睡床，稳稳躺到了上面。然后他观想无数个叠加的光球，快速进入了梦境。这个过程里，克莱恩的目光有扫过窗户，隐约看见外面的夜色深沉清冷，安静宁和，没有一点邪意的味道。与此同时，他模糊觉得较远处有一片笼罩海面的迷雾，而迷雾之中有一座建筑风格非常古老的尖顶教堂，它通体呈黑色，不存在钟楼，顶端有一只漆黑的乌鸦正盘旋徘徊，仿佛在祭奠什么，哀悼什么。这座教堂四周散布着不少建筑，有普通的2层民居，有简陋的木屋，有悬着招牌的面包房，有以水车为动力的灰白磨坊，一位位路人行于大街小巷，身形隐隐绰绰，难知具体。海市蜃楼，夜晚危险的源泉，所有失踪的人都是没了心智，去了那里。克莱恩在梦中清醒过来，脑海内下意识闪过了之前积累的疑问。接着他强行收敛思绪，从灵界特殊区域内取出了海神权杖。他记得之前脱离梦境时正在和黑之圣者激战，略显暗淡的金色光芒照入了克莱恩的眼睛，一切豁然开朗。他目光所及不再是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高大骑士，也不再是一身亚麻短袍的利奥马斯特，而是一排正对着夕阳的落地窗。那窗户非常洁净，在外面阳光的照射下，透出难以言喻的纯粹。窗户旁边是一张张原木色的长桌和一把把褐色的靠背椅，更远一点的地方则有一排排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图书馆、大书库，每次进入这个梦境世界，都会随机到一定范围内的不同地方。克莱恩谨慎小心的左右观察了一阵，确认这里暂时很安全，没有所谓的黑之圣者，也没有奇奇怪怪的各种邪恶生物。他握着海神权杖，先行来到落地窗边，眺望起外面的环境。当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覆盖对面山峰的恢宏建筑群，那巨大的宫殿、雄伟的尖塔、高耸的城墙全部凝固在黄昏里，极有视觉震撼力。哪怕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克莱恩依旧屏住呼吸，安静的欣赏了这奇迹般的景色好几秒。他旋即移动视线，望向悬崖这边，看见了黑色修道院的高墙，看见了巨石旁的枯黄树木，但却因为有遮挡，
无法确认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是否还在原地。果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离开这片区域。我这是深入了黑色修道院。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收回目光，一步步走到那些书架旁。他暂时没时间去思考之前梦境里的黑之圣者和利奥马斯特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必须先确认当前的处境。靠近书架后，克莱恩发现上面摆放的书籍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不是正常梦境里模糊不清的那种。生命的灵性、符咒之书、内心的花朵、内外宇宙与真实星空，这都是神秘学领域的图书啊！克莱恩谨慎伸手抽出了那本符咒之书，他快速翻看了一下，发现这本书上的内容自己大部分都掌握了，但也有小部分属于他从未接触过的类型。可以确认，这不是我的梦境体现。隐者女士的，她被追逐着灌输的那些知识，在黑色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具现了出来。克莱恩没有往外探索的欲望，拿着这本符咒之书回到落地窗旁，找了个位置坐下，就着黄昏的光芒，认真翻阅起来。在梦里，你甚至可以学习。他边自我吐槽边掏出纸笔，写画画。就在他沉迷于此时，光芒突然变亮，灿白统治了他的世界。克莱恩自然睁眼，被外面照入的阳光洒得暖洋洋的。我才看了几页，正打算快速浏览一遍，之后用梦境占卜的方法回想。克莱恩懊恼坐起，感觉自己错失了一次学习的大好良机，因为他无法确定下次还会不会随机到黑色修道院的图书馆里。他捋了下头发，戴上帽子，下至甲板，边观察环境边回味起之前的那个梦境。那个监牢大概率也在黑色修道院，可能是地底部分，换句话说就是黑之圣者和利奥马斯特就在附近不远的某个遗迹或废墟内。那些地方真的充满危险，黑之圣者和利奥马斯特怎么会长得一模一样？这个梦有点诡异啊。还有，那面全身镜也很神奇很邪异，竟然复制了一个格尔曼斯帕罗出来。回忆到这里，克莱恩开始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中寻找例子，用对比的方式确定思路，这就是所谓的依靠经验。很快，他有了联想到了自己在贝克兰德时曾经借助星眼蜡烛，帮乌特拉夫斯基神父除掉了过去的他，一个分裂出来的人格。难道利奥马斯特本人就是极光会的黑之圣者？由于某些原因，他出现了人格的分裂，善良的他和邪恶的他分离了开来。那个深沉封闭的黑暗监牢就是他内心的梦境映射。对，那面全身镜，利奥马斯特说过，如果他被毁灭，他也会随之消失。而我看镜子时，里面的格尔曼斯帕罗也确实形成了实体，偏邪恶。难怪我干掉那个镜中格尔曼斯帕罗后，会出现贤者时间般的感受，原来是因为清除了内心的一些恶念和邪意。那面全身镜在现实世界里未必是镜子形态。这片海域明显有空想家的非凡残留，具现出了许多非真实却能杀人的怪物，而这属于观众途径，所以存在让人善恶分离、人格分裂的遗迹，完全符合逻辑。呵呵，黑之圣者利奥马斯特是极光会的高层，原本肯定很邪恶，但那个遗迹或那件物品激活了他相反的那面，也就是内心潜藏的善念，让他的人格出现了分裂，于是导致他被困在了附近某个地方。克莱恩觉得自己大致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并隐约有点遗憾，可惜第二次没能进入相同的地方，否则依靠海神权杖和利奥马斯特的善良面，真有可能击败他的邪恶面黑之圣者，而那梦境世界的伤害是会延续到现实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了解极光会的善良圣者，能很好的打击这个邪教组织。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半转过身体，看向刚从船舱出来的安德森·胡德。你梦中去了哪里？我竟然没看到你。这位最强猎人自来熟的开口问道。克莱恩暗自皱眉反问，为什么要被你看到？安德森怔了一下道，离开梦境时在哪里？再次进入时不是应该还在哪里吗？我随机出现于一定范围内的某些地方有别的因素，我自身的特殊。克莱恩发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复杂，他斟酌着说道，我进入梦境后在别的地方，奇怪。安德森皱了皱眉，似乎也很困惑。不等克莱恩开口，他若有所思的再次说道，还有件奇怪的事情。什么？克莱恩配合问道。安德森环顾一圈道，我上次在那个大厅假装做独木舟的时候，听见深处有开门的声音和往外的脚步声，但抬头看过去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原本以为是这条船上的人，后来觉得不太像第174章疯狂的异变。壁画大厅深处的门有谁打开过，并且出来了？当时在附近的失控者或非凡生物，并且他还拥有梦中行动的能力。听完安德森·胡德的讲述，克莱恩符合逻辑的做起了推测。思绪电转间，他忽然有了个新的想法，那会不会是之前注视甲板注视自己的神秘眼睛的主人？有这个可能。如果那个神秘人真的一直潜伏在船上，跟进了这片海域，那他必然也会在黑夜降临时沉睡，出现于梦境世界。隐者女士完全不知晓他的存在，还是默许了他的行动？这是他敢于接下我委托，不害怕此地危险的底牌。不，这不能肯定，至少不能肯定壁画大厅深处开门的那位就是船上的神秘人。克莱恩眸光幽深地看着安德森，反问道：为什么觉得不像？刚才安德森·胡德提及，他原本怀疑开门者是未来号的一员，后来觉得不太像。安德森呵呵笑道：我刚才在梦境里拜访了船上的每一个人，发现他们都不具备在那个世界自由行动的能力，除了你，可惜我当时是在外面推门。克莱恩冷静地说道。安德森耸了下肩膀，我知道，所以我并没有怀疑你。这片海洋到处都藏着危险，活跃着各种难以想象的怪物，也许那个开门的家伙就是之前的石巨人，或者一条梦到了无数财宝的腐烂巨龙。说到这里，他靠至船舷，望着外面覆盖金色阳光的海洋，微笑感慨道：我发现我从暴风雨带来的沉船危机里逃脱后，厄运在一点点消除，哈哈，很明显，它不是固定的，永久的。你看，我顺利游到了那个岛屿上，后来虽然各种倒霉，但至少撑到了你们抵达。是，我是引了怪物，让那个石巨人出现，可我们很轻松就解决了他，不是吗？还有，我登船都好几个小时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不正说明……安德森话音未落，克莱恩已冷硬地打断了他：闭嘴！这家伙不知道脸黑就少说话吗？好想打他，要不是之前在灰雾之上占卜出你没有异变，没被大佬附身，我都想把你沉到海里去。猎人途径的序列8是挑衅者，他当时肯定很轻松就消化掉了那份魔药。克莱恩由衷的觉得，安德森在挑衅这方面比达尼兹不知强了多少。好，好，我闭嘴，闭嘴！安德森抬了下双手，一点也不恼怒的苦笑道。见他没再提供梦境世界里开门者的线索，克莱恩沉默几秒，突然转身走入了船舱。他这是发现自己在一件事情上疏忽大意了。既然被厄运笼罩的安德森上了船，那就说明之后遭遇袭击、遭遇危险的可能性会激增，所以有必要做点准备。回到房间，克莱恩边拿出阿兹克铜哨和威尔昂塞汀纸鹤，边进入盥洗室，布置起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然后将火种手套、太阳胸针和梦魇的非凡特性从灰雾之上带到了现实世界。他没立刻更换随身携带的物品，而是将这些放入行李箱，放到了生物毒素瓶的旁边。这样一来，即使危险突发，他也有机会及时调整装备，做有针对性的挑选。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放松了不少，收拾好其余物品，离开房间，前往甲板，害怕错过美人鱼的蛛丝马迹。他刚走出船舱，就看见弗兰克里蹲在旁边，表情又震惊又茫然。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心头咯噔了一下，他害怕这个疯狂的杂交学家的实验出了问题，导致未来号众人陷入可怕的生态灾难里。弗兰克呆滞摇头道：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些小东西吗？他们原本需要安眠一段时间才有可能生长和繁殖，结果什么？克莱恩的脸色已变得凝重，这让正在甲板上和海盗们吹嘘自己狩猎过多少海盗，却全然没注意周围听众的眼神已发生变化的最强猎人安德森有所察觉，好奇的停止讲述，靠拢了过来。蹲着的弗兰克抬头上望道：他们刚才完成了大规模的繁殖，还发生了异变，这简直是神迹。然后呢？他们去了哪里？还在你的实验室内吗？克莱恩直觉地认为这不是好事。弗兰克用2秒钟的时间消化了问题，挽起袖子，露出体毛浓密的手臂。他敲了敲面前的甲板，露出疑惑的笑容道：他们钻进了这里，好像在改造未来号。沉闷的敲击声中，甲板上突然涌出了一股疑似牛奶的乳白喷泉，溅了弗兰克里满头满脸。他舔了嘴边的液体一口，惊喜出声道：未来号产奶了。与此同时，
船舷边缘的海盗们惊恐地指着下方的火炮味道：炮口涂奶了！这不科学！克莱恩险些控制不住嘴角的抽动。自从登上未来号，自从船只来到断口，开始下坠，他就感觉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变得极不科学，甚至超越了他的神秘学知识范围。安德森看得目瞪口呆，甚至忘记了提问，并习惯性的跺了跺脚。成功的看见另一股牛奶喷泉往上涌出，一个个念头飞快在克莱恩脑海内闪过，让他敏锐的抓住了一个问题。他当即望着弗兰克里，沉声问道：你的小东西们在感染了未来号后，会不会继续感染船上的人？提问的同时，克莱恩的右掌已探入衣兜，根据形状的不同，挑选出了浮空符咒，准备着飞到半空，远离感染。弗兰克认真想了想道：理论上来讲，会。他话音未落，一道人影就窜了出来，一脚踢到了他的屁股上，踢得他连翻几个跟头，撞出了一滩又一滩牛奶。来者正是穿亚麻衬衣、披深蓝夹克的妮娜。他怒瞪着趴在甲板上的弗兰克里，呼吸急促的骂道：还不快解决你那些见鬼的小东西！你这是认为我胸部还不够大？好吧，弗兰克里拍了拍屁股，样样说道。这个时候，克莱恩已掏出符咒，低声念道：风暴。他认为自己不能小看了弗兰克里的搞事能力，怀疑对方接下来可能会让灾难扩大化，所以先飞到半空再说。青蓝色的火焰笼罩了白皙制成的符咒，狂风瞬间产生，于克莱恩脚底和身边盘绕，拖着他飞离甲板，飞到4-5米高的地方。安德森先是一愣，旋即探出手掌，试图抓住克莱恩，但他慢了一拍，未能成功，只能眼睁睁看着格尔曼斯帕罗升起，而自己留在原的这位普普通通英俊的猎人表情扭曲的摇了摇头，又想笑又想把对面的未来号大副先生肢解成8块。此时弗兰克已取出一瓶暗绿色的粉末，抓了一把，边诵念巨人宇宙文，边将它们撒向四周。那些粉末刚一接触到甲板，立刻滋生出青绿色的藤蔓，藤蔓疯狂的长着，很快就汲取牛奶，汲取那些小东西，将整个甲板、整座船舱缠绕于内。只是10来秒的功夫，未来号就变成了一片藤蔓森林。呼，解决了！弗兰克先冲着妮娜笑了笑，旋即脸色突变道：他们也异变了。这时，一名海盗摇晃着走了过来，语带惊惧的喊道：我头上长了个西瓜！克莱恩循声望去，只见那位海盗的头顶钻出了一根根青绿色的藤蔓，其中一根皆有似乎已快成熟的西瓜。这就是所谓的异变，这简直太疯狂了！该死的疯狂！安德森脱口感叹道。他旋即眼眸微转，沉声开口：这附近的海洋有问题。半空的克莱恩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弗兰克里的实验产物和非凡能力不会同时异变。滋啦，一根根藤蔓被撕裂，船长室的窗户打开了，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出现于那里，用巫术放大过的嗓音道：弗兰克，停止一切尝试，这里也许残留着大地母神的气息。大地母神！克莱恩愕然望向隐者女士，感觉自己之前关于这片海域的神战猜测也许要被全部推翻。哦，仁慈的母亲啊！弗兰克双手交叉，做出怀抱婴儿的姿势，接着他趴了下去，虔诚的亲吻那些藤蔓。星之上将加德利亚默然看着这一幕，深州瞬间缭绕起璀璨的星芒，并让整条未来号随之发亮。他屈起手指，轻轻一弹，让一团无色的火焰落在了船长室窗户旁的藤蔓上。那些藤蔓当即被点燃，无声无息化成了灰烬。无色的火焰安静蔓延着，肆虐着，却没有伤害到一个水手。而未来号发出的亮光帮助他成功抵御住了燃烧。没用多久，藤蔓森林全部消失了，只剩下海盗头顶长出的那个西瓜，当然，连接的藤蔓也已燃尽。呼，这简直是恶魔降临啊！之前那名海盗上前2步，抱起了自己脑袋上长出来的那个西瓜。不要打开！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的提醒声刚有回荡，那海盗就半是泄愤半是好奇的用蛮力弄开了那个西瓜。西瓜裂成了2半，里面是布满沟壑的乳白色大脑，周围流淌着鲜红如血的液体。扑通一声，那名海盗直接暴毙，再没有抢救的余地。他身上的非凡特性则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凝聚，真是邪异疯狂啊！克莱恩暗叹一声，准备落回甲板。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一只巨大的手掌突然从海平面下探出，拍在未来号的侧面。这手掌五指极长，接近半米，通体呈荒芜平原般的灰黑色。克莱恩无声嘶了一下，忍不住望了眼安德森·胡德。这家伙刚才还说上船以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175章恐怖的生命力。灰黑色的巨大手掌抓在船边，飞快地往上攀登，将海面之下的部分一寸一寸拉了出来。克莱恩透过蔚蓝的水波，先是看见了一大片灰黑的阴影，接着就被蠕动的肉块占据满了全部世界。那个怪物仿佛由无数发灰发黑的尸体胡乱拼凑而成，两只巨大的手掌后是枯萎如同干柴的手臂，手臂则源于一具疑似巨人的死尸。这个巨人的独眼紧闭，脖子上粘连着另外几个脑袋，而那些脑袋又往外延伸出布满鳞片的鱼身、蜥蜴般的残躯、人类扭曲的尸体，它们一层连一层，一层接一层，构建出了浮岛状的肉块。从不同的尸体上，从拼接的缝隙间，一股股黄绿色的气体弥漫而出，扩散往四周，似乎要笼罩这片区域。嗨，仅仅闻到了些许气味，甲板上就有不少水手剧烈咳嗽了起来，咳得近乎直不起腰。看到这一幕，弗兰克里毫不犹豫就要掏出皮带暗格里的材料，施展对应的非凡能力。谁知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的声音抢先响在了他的耳畔：弗兰克，停止，去帮助妮娜指挥水手，和他们一起调整船帆。为什么？弗兰克里下意识反问了一句。在这片区域，大地母神权柄内的超自然事物会出现异变，包括你的能力。加德利亚说话间，双掌已然前伸，按在了书桌某个位置。未来号上的象征符号、魔法标识们当即层次分明，有先有后的亮起，让整艘船化成了璀璨的星海。这与加德利亚身周缭绕的深空光芒们似乎一一对应。弥漫的黄绿气体被星光阻隔在外，克莱恩则从接近边缘的地方漂浮向了自己房间的窗口。咳嗽的海盗们症状得到缓解，在水手长妮娜和大副弗兰克的率领下，听从航海长奥托洛夫的指挥，快速调整起一面面风帆，试图让未来号以更快的速度脱离附近海洋，不再被异变的效果影响。可是那灰黑色的庞大怪物已缠住船只前面部分，水下的躯体又不知连接着哪里，硬生生拖住了未来号，让它前行艰难。与此同时，四周仿佛出现了无形的高山，将远处刮来的海风阻隔于外，让未来号无论怎么调整船帆，都无法借到力量。面对这样的状况，就需要一个备用的蒸汽动力系统，可惜未来号没有。它还能借星光飞跃，但这对隐者女士似乎消耗极大，而且很难把握住方向和进度。在这片海域以那种方式飞行，只要没被幸运眷顾，大概率冲入更危险的区域。船上还有安德森这个极端倒霉的家伙。克莱恩漂浮于自己房间的窗边，眺望着各处情况。他并不紧张，因为无论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还是最强猎人安德森，都尚未展现真正的实力。当然，也包括我。克莱恩在心里补了一句。他准备先回仓房，戴上火种手套。附近没有食物，用这件神奇物品比用蠕动的饥饿更合适，后者需要留着使用的机会应对更危险更复杂的局面，然后被扔到灰雾之上冷静。至于身上物品丢失的负面效果，克莱恩已有方案，打算等下更换装备时，将钱夹、阿兹克铜哨、冒险家口琴等物品放入行李箱，只留蠕动的饥饿、鱼人袖定和海神领域的各种符咒，并密切注意前两者，防备着他们丢失。而根据概率来讲，最可能被火种手套弄丢的就是符咒，因为它们数量最多。克莱恩对此并不担心，不同效果的符咒他都制作了好几个，完全可以用一个扔一个丢一个。再说风暴领域对应的金属是锡，这很便宜，不值钱，非凡效果又是海神权杖赋予，没有额外花费金钱。克莱恩边嘀咕边伸手推开了自己房间的窗户。就在这个时候，肉块拼接成的巨大灰黑怪物又往上攀登了不少，随着他的临近，甲板上忙碌着的水手们头发疯狂滋长，很快就超过了腰部。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情况，最令人惊悚的是，其中一团亚麻色的发丝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左右交错，缠绕捆绑起自己的主人。一丛丛头发相继出现类似的变化，未来号表层的璀璨星海未能完全阻隔这种影响。对部分剃了光头的海盗来说，他们并没有因为独特而幸运，
它们的鼻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繁殖，堵塞了呼吸的通道。船长是窗口，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不知什么时候已抬起双臂，手中多了张用光滑鱼皮制成般的卷轴。麻痹！随着这古赫密斯语咒文的回荡，随着卷轴的无声燃烧，一道浅绿色的光华从中激射而出，命中了怪物出现于船舷边缘的巨大手掌。那无数尸体拼接成的蠕动肉块没有任何停滞，一掌拍到了璀璨的星海上，拍得灰芒四溅，船只摇晃。加德利亚眼眸内的深紫颜色一下浓郁，他未再拿出新的卷轴，直接往前推了下右掌。囚笼。拗口神秘的咒文从这位海盗将军口中吐出后，他身周缭绕的璀璨星芒就一道接一道飞离，降临于那恐怖的灰黑怪物身上。星芒瞬间凝缩，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琥珀，它将蠕动的肉块们全部包裹进去，限制在了原本的位置。这个时候，最强猎人安德森右掌已多了把漆黑无光的短剑，上面看似有层层叠叠的邪异花纹，但却只是幻觉。趁着可怕怪物被星光囚笼困住的机会，安德森体表冒出了一层赤白的火焰，火光往前飞闪，跃出船舷，落向了那由无数尸体拼成的灰黑肉块。接着，赤白的灰芒在表层迅速游走，仿佛正进行极限作画。腾的一声，焰火冲天，安德森手提漆黑短剑跃回了甲板。那个庞大的怪物依旧凝固在那里，似乎失去了所有生命力。咔嚓咔嚓咔嚓，他体表出现了一道道深不见底的伤口，于一秒间分裂成了数不清的小型肉块。收割者的攻击力真是夸张啊！已调整好身上物品的克莱恩刚重临窗边，就看到了这一幕。忽然，他的眉头微不可见的皱了下。就在这时，异变突生，那些分裂出来的肉块各种舒展开手脚，以铺天盖地的姿态弹射向未来号甲板。这灰黑的庞大袭击者似乎永远也杀不死，将它砍成了多少块，它就能变成多少个怪物。无声无息间，船长是正对的甲板上跃起了一团灰黑的肉块，他直奔星之上将而去，要包裹住对方的脑袋。一道身影从阴暗处浮现，挡在了加德利亚前方，正是无血者西斯道尔。他嘴巴张开，两侧一直分裂，从鼻子处一直到胸腹间，很快形成了个血肉缓慢蠕动的漩涡。那漩涡吸住了灰黑的肉块，然后迅速内卷，将它包在了体内。西斯道尔阴影般落到甲板上，身体摇晃了几下，最终恢复了正常。而怪物分裂出来的那个灰黑肉块彻底消失不见。这怪物最可怕的是它变态的生命力，如果能将这种特异偷到就好了。又用了一次浮空符咒的克莱恩飘出窗户，往前伸出了戴黑色手套的右掌，并张开了五指。他眼前所见的景象随之改变，一团团不同颜色的绚丽光彩代替了相应的人和物。这些光彩不断变化着，急速闪烁着，让人难以把握住内涵的规律。借助这种视角，克莱恩发现那些灰黑的肉块共享着一些光彩，看似分裂，实为一体。他旋即冷静地合拢了右手五指，抓住其中一团光华，向右侧转动腕部。忽然间，克莱恩看见那道黄绿色的光华被抽走，半融入了自己的右掌，这是剧毒之物对应的象征。他窃取走了灰黑怪物的剧毒之物，这就是火种手套的作用。与此同时，克莱恩发现自己伤害转移的非凡能力丢失了，不见了。12个小时内只能窃取同一目标一次。克莱恩有所明悟的看到笼罩未来号，腐蚀璀璨星海的黄绿雾气飞快稀薄，不再明显，散落各处的灰黑肉块则有了变干变暗的迹象。海盗们借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将一枚金色的胸针带到了自己古典长袍的前方。这胸针仿佛由黄金铸成，形状是一只拖着长长尾羽的鸟类。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沉稳安宁，所有的慌乱与紧张都莫名消失不见。就连克莱恩都受到了无法描述的影响，觉得自己成为了没有情感的活尸。眼见关键时刻即将来临，前方海洋上却驶来了一艘船，它同样是帆船，同样巨大，颜色以黑沉为主，泛着阴绿。它惨白的主帆上则描绘有一朵盛开的漆黑郁金香，这是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旗舰，黑色郁金香号。他是这片海域的常客。